金庸老前辈仙逝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让人百看不厌的作品。金庸最棒的就是《刀剑神域》了。要救六大派，来大都找我吧。无忌都还没到大都，金庸就已经……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人生离合，亦复如斯。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很荣幸有机会参与到，就来抛砖引玉，分享我从金庸小说里学到的那些事。首先，你猜猜看，这道菜的菜名是什么？那就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炒肉条喽。您只是猜中这道菜的材料，并不是菜名啊。这道菜的菜名叫做“玉笛谁家听落梅”。哎呀，我没有听错吧？哎，你明不明白？不明白。来，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。玉笛谁家听落梅？金庸原著明明应该是这样4根小肉扭成1根肉条，羊羔左肾，小猪耳朵，乳牛腰子。张肉和兔肉。对了，这我自创的，但我必须说，金庸教会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最强的武功是粗浅功夫，也求全，独孤求败，不至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所以最强的厨艺做出的菜肴是用最平凡的食材，因为草木皆可为剑。玉笛就是翠绿的四季豆，梅花就是特选佩佩猪身上的梅花猪，而这是谁家都听过的家常菜。以后自助餐看到这道菜，你可以告诉妹子，你都称它为玉笛谁家听落梅，妹子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逼格爆表、懂得吃、有内涵、信手拈来、草木皆可为剑的专业金庸迷。再来，金庸教会我的第二件事，《葵花宝典》秘籍的第1页告诉我们，欲练神功必先知功，欲得小师妹必备 NTR。一门武功越是厉害，他对人生境界的要求也是越高。如果你自身的修为不够，条件不足，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但又强求他，付出的代价就像切鸡鸡一样，不切鸡鸡你会走火入魔，武功全废；切掉鸡鸡你就不完整了。真的切完鸡鸡后，翻开下一页，上面写着若不自宫也能成功。如果有个妹子买了 iPhone XS Max， 这时候你可以问妹子一个问题，你后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以后我可以叫你不悔妹妹，我可以叫你无忌哥哥。于是你就得到了一个妹妹。金庸教会我的第3件事，剑术之道讲究行云流水，任意所致。简单说就是套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死守师傅教你的招式和规矩，拘泥不化，你顶多就是一个追随者，你永远超越不了师傅。笑傲江湖里有一段，令狐冲奇遇风清扬老前辈，风清扬看令狐冲使的华山剑法废到笑，忍不住指点了一下华山剑法应该怎么接连续技，白虹贯日接，有凤来仪接，惊艳横空，再接结剑式，上上下下左右上下 AB， 懂吗废物？令狐冲好歹也是华山派大弟子，这几招师傅全部都教过，而且是从小和小师妹一起练到大，但他深知无论手速多快，网速多快，这几招根本连不起来。而且师傅说这样不行，会走火入魔。老前辈说废物，学校老师没教，难道你不会举一反三吗？只会死背招式，拘泥不化，不知变通。你放完白虹贯日，剑尖朝上，难道不会顺势拖下来吗？招式不一定要完全放完啊，你不会出半招取消硬直时间，断招后马上接大绝，这不就接起来了吗？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多谢前辈指点。于是悟性很高的令狐冲醍醐灌顶，一点就通，才发现原来平凡无奇的华山剑法可以变成这么猛这么顺。讲那么多，你不还是复制贴上金庸口诀，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剑术若是拘泥不化，是行不通的。剑术之道是讲究千变万化，随意变通。连天一笑射雪碧，鸳书飞白神鹿侠。走自己的路，你就是神鹿侠。金庸教会我的第4件事情，因为武功开始有点小成了，就会开始得罪人。侠客行里有一段教你做人处事与待人接物的道理。武林人士名誉比生命重要，一个成名人物给一代宗师打伤了倒没什么，但如果败在无名小卒的手下，往往比死还难过。于是，一代宗师自觉受辱，举剑自刎，刀子往脖子一抹，然后他的儿女或弟子就会来替师父报仇。你的无心之举造就了好
几世代的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因此比武较量时，最好给人留余地。如果你已经知道你已经胜了，只要随便再放一招轻手，对方就会喉咙一甜，吐出一口黑血。不妨使这一招，这般东砍西啄，让旁人眼花缭乱。然后你退后2步，再收回兵刃，就算旁人瞧着，也不知谁胜谁败，给对手留了面子，就少结了冤家。这时候你只要再补上一句场面话：阁下剑法精妙，在下佩服得紧，今日难分胜负，就此罢手，大家交个朋友如何？这么一来，对方知道你故意相让，又不伤他面子，喘息之间可以让对方有时间把含在嘴里的黑血吞下去，保全了他在众弟子面前的威严。对方心里也不禁暗暗佩服，英雄出少年，老夫心悦诚服。天龙八部里有一段说，武功不如对方，挨打不还手已经很难，倘若武功胜过对方，还能挨打不还手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胜人者有力，制胜者强，于是你就交到朋友了。以上这就是让边缘人交到朋友的方法。金庸教会我的第5件事：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时不足胜有余。大概是说不要太刚强，不然折损的是自己。我学会的其实不是九阴真经，而是老子道德经。老师没有教，考试不会考，但是当你看完这些金庸小说后，自动会去恶补这些引发兴趣的诗词历史、佛道哲学和琴棋书画。如果你入戏太深，还能体验到世间八苦、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和五阴炽盛。怨憎会就是阿紫喜欢的是乔峰，但偏偏又为环境所迫，与铁头无法分开，只好互相折磨，寄生绞杀。爱别离就是小龙女在蜜蜂翅膀上刻的情谷底我在绝，断肠崖刻下的16年后再次重逢，夫妻情深，勿失信约。求不得就是慕容复求不到他的锦绣江山，王语嫣求不到他的表哥，段誉拔到的妹妹变成亲妹妹。五阴炽盛则是因为色受想行识，造成贪嗔痴的3大心魔迷失了本心。贪就是段誉贪恋神仙姐姐的美色，嗔则是萧峰嗔怒误杀阿朱，痴则是虚竹死守出家戒律。接着因为你入戏太深，很有可能会勘破事相，勘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勘破我相的话，就不再计较我的、我失去的；勘破人相，就不再计较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理念，不再计较华山派的剑宗与气宗。勘破众生相，你就知道众生皆平等，不管是动物还是宇宙人。勘破寿者相，你就看破了生死。悟性高一点，金庸小说看完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，就能立地成佛，变成活佛。而且九阴真经背熟了，还可以取到黄蓉。金庸教会我的第6件事：如果能够真正为国为民，造福百姓，就是侠之大者。行侠仗义，扶奶奶过马路，积积阴阴德，参加慈善扑克王大赛，属于侠之小者。武功不小心天下第一了，然后嘞，然后恭喜你游戏全破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即便你武功天下第一，当3件后也不会有人再想起你，不会有人怀念你，而且没有人爱你。而让你万世流芳、受后人敬仰的唯一方法是侠，只有侠能赢得真正的敬重与敬佩。从此我在线上游戏里的江湖名号就叫神路侠。最后感谢金庸大师留下的刀剑神域。刀剑神域是指屠龙刀、倚天剑、神雕的武侠圣域，真的是很棒的作品。这些故事启发了我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你也是金庸粉丝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大概就这样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詹姆斯身为1日脑粉系列影片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按下赞订阅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到底看了3小，下次再见，赞。